您真的相信冯宇飞的话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是他已经离开过医院，而且也回过了家。就算是有问题，也不会找到有价值的东西。是的。但至少我现在能肯定的是，当时在现场的，除了冯宇飞、田中、亚楠之外，一定还有另外一个人。另外一个人？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应该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查的那个杀手。只是当时的情况一定很混乱。储物室里有大量的血迹，那个窗户上面还有逃生用的绳索，那个人一定是从那里逃出去的，而且还受了伤。种种迹象都表明，田中和这个人交过手，并且田中在这之前击中过他。那会不会是我们一直要追查的那个凶手？的确就是他。因为田中进医院的目的就是追杀他，他们彼此都认识，所以一见面就会动起手来。对了，那个假特派员身上的那包药，你查出来什么没有？查出来了，这个确实是唐宗年的解药，这是化验单。报告，进来。开往南京的运尸车是空的，唐宗年不在车上。嗨，那就很确定了。让唐宗年炸死，把他转移出去的，就是这个亚楠。他的身份查出来没有？已经查过了，他确实是南京内务部的。南京政府成立之后，他一直负责的是安全保卫工作，剩下的背景暂时还没有查到。但他一定有问题，说不定他就是帮助唐宗年从南京叛逃的人。但在我看来，另外一个人也同样有问题，那就是冯楚良。重庆给冯楚良发出了刺杀唐宗年的任务，他不会不去执行，而且他当时也出现在了医院的外面。对，冯楚良身边一定有一个杀手。从伊藤、坂本到今天的唐宗年，他们这些人的死都是冯楚良所为。冯宇飞就是那个唐宗年的主治医生，我就不相信他会不知道这个问题。宇飞啊，爸，怎么又出去了？不是让你好好待在家里的吗？医院刚刚来电话，让我过去配合调查。什么调查？是特高科的人，他们问了我一些话。到里面说。主编，我们已经把唐宗年安排好了，是不是现在马上去拿解药？暂时还联系不上海关的同事。不能再拖了，主编。这样，咱们分两手准备。我在这里继续和他联系，你们出去到各大医院找。把我们所有的关系都调动起来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就去。等等，现在解药在渡边手上，一旦他知道唐宗年是诈死，就会千方百计找到我们，所以
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多加小心。好，渡边那里我可以应付，但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个汤永桥会一直追查唐宗年的下落，这可能会影响我们下一步的计划。我们是不是设法去和重庆联系？我马上和总部取得联系，让总部通知重庆，告诉重庆方面，唐宗年已经投诚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渡边就跟你说这些吗？嗯，就这些。好，没事儿，这只不过是正常的调查，他不敢拿你们怎么样的。爸，我就不服气了，他们日本人怎么都这样啊？什么人他们都不放在眼里，现在医院也被他们给封了。明明是中国人的事，他们来插什么手啊？这种话以后在家里说说就好了，到外面千万不要乱说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不早了，去睡吧。那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好。老板，看来渡边已经慢慢注意到我们了。那迟早的事儿，但现在不需要太紧张，毕竟渡边没有证据，就算他找到景堂，也不能说明什么。你现在就去找到景堂，继续追查唐宗年的下落。明白。风楚良现在开始有那么一点担心了。渡边并没有直接针对自己，而是注意到了宇飞。风楚良明白，渡边很有可能会顺着宇飞这条线慢慢威胁到自己，所以他必须尽快完成刺杀唐宗年的任务。他的希望就落在叶锦堂的身上。这把钥匙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？虽然大家说唐先生是坏人，可是他在生命前的最后一刻把钥匙交给我，那是出于对我的信任。不管怎样，我应该替唐先生好好的保管钥匙，或许会有唐先生的家人来取的。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于飞怎么样？我很担心他。他在家里受了很大的刺激，估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过来。这么巧，他怎么会突然回来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告诉老板，唐宗年今天晚上一定会出上海。你放心吧，出上海的各个路口都有我们的人，码头也被我们控制住了。他一时半会儿走不了。他们能够制定出逃离医院的计划，就一定能想办法离开上海。千万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线索。对了，你还记不记得你上次让我查的药？他们就是利用这种药制造了唐宗年死亡的假象。还真想得出来。这事儿一定跟时代报社有关系。那个叫韩东林的主编，一定是个共产党。你记不记得？我让你查的那个女的叫亚楠的，怎么了？她一定也是。我要去见一个人。谁？
先回去打听消息。好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到时候老地方见。嗯。唐宗年人在哪里？我还在查。那唐宗年的情报在哪里？对不起，我也还在查。田中人在哪里？田中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培养出来的金牌杀手，完成过无数次艰巨的任务。可怎么在你手上短短几天，他就……是我没有配合好田中小姐，以致她壮烈殉国。你抬头，回答我的时候，看着我。唐宗年的情报究竟是什么？你没听清楚吗？我问你，唐宗年的情报究竟是什么？对不起。我想听到的绝对不是“对不起”3个字。你知道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什么吗？你知道我们现在最关键的任务又是什么？是架好计划。前线马上就要开战了，一切都为着这个计划做着准备。唐宗年在你眼皮底下，被人大摇大摆地抬走了。田中美惠在你手下为国殉难了。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应该把你送到前线去，去看看我们一个个战士倒下，一个个战士浴血。我让你一个一个跟他们说对不起。你这样的选择就是承认自己的失败，你是个懦夫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不能死，你所做的就是让唐宗年死，听明白了吗？那唐宗年的情报，没时间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，这是我和南京做出的最无奈的决定。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必要追究唐宗年的情报究竟是什么，他叛逃已经是事实。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唐宗年活着。听明白了吗？是。可是，目前我们怎么能确定唐宗年手上的情报还在他的手里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拿到情报，所以才千方百计把唐宗年带走。如果他们一旦拿到情报的话，尤其涉及到加号计划的话，他们早就有了行动了。将军，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您汇报。什么？冯楚良的女儿是唐宗年的主治大夫。哦，有这么巧的事？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和冯楚良有关系。至少，那个杀手一定是冯楚良派出去的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他的女儿却可能参与了转移唐宗年的行动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女儿可能会知道他的去向。必须向冯楚良摊牌了。这不单单是唐宗年和他女儿这件事有关。我所担心的是那个杀手，如果是在行刺唐宗年的过程中从他身上获取情报，那么以后对冯楚良，我们就更难以控制了。
将军，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唐宗年的情报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任何人得到。看看这个。 冯楚良曾经背叛军统，给我们提供过情报。当年冯楚良在东北时，是军统行动组的组长。在一次行动中被我们抓获，当场抓获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儿。我们让冯楚良交出所有行动站的站点，来换取他的女儿和妻子的命。他照做了。他没有选择。 但他耍了个心眼儿，他先交出了一半的情报，换取了他的女儿。他在给我们另一半情报的时候，他做了手脚，当场被我们发现，所以他没能保住他妻子的命。这里面包括冯楚良的供词，他还签了字画了押。所以，如果这次冯楚良不配合的话， 我们可以揭他的老底，让他在上海在军统站不住脚。从目前来看，冯楚良还有利用价值，不能把他逼得太紧。这个我明白。记住，你可以利用他女儿和他进行交涉。关于他曾经背叛军统的事，只有我们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再摊牌。我知道了。 大兄弟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你现在清醒吗？清醒啊，我这还没怎么抽呢。那好，这个药你查得到吗？哦，这是一种药名啊。哦，是这种药啊。你知道？ 太知道了，这种药可是稀缺货呀。这么跟你说，全上海都没几支，大医院里头也没什么存货，都得用的时候去仓库里头提。这东西我跟你说啊，比大烟还值钱呢。哎，你要这药干什么？不该问的就别问，你只要告诉我，在哪儿能搞到这个药，钱我不会少给你。 我告诉你啊，这种药，宫兴码头仓库里都有。宫兴码头仓库，你确定？当然确定了。这种进口的稀罕药品都放在那儿。行，你到老地方收钱吧。兄弟，就爱跟你做买卖，这痛快。哎呀！ 哎呀，啊，这钱赚的，舒坦。主编，现在所有的医院都没有这种药，怎么办？我在租界再想想办法。哦，总部的老吴有消息过来了，重庆方面已经知道了唐宗年投诚的消息。所以。 会很快的反馈到上海来，这对我们的行动来说是个好消息，军统不会再追杀他了。你去看看唐宗年。好。
科长，尹总将军说什么了？我们必须马上找出唐宗年，杀了他。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唐宗年到底藏在了哪里。各个刀口今天有什么发现吗？还没有什么发现，可能他们还在租界里藏着。解药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科长，所有的解药我都已经查过了，这种药是德国刚刚研制出来的，很多医院都没有听说过，所以非常的稀少。我正在继续打听。他们现在也一定正在找解药，你一定要快！嗨，如果你找到解药的话，就顺藤摸瓜，唐宗年那个杀手，还有帮着唐宗年叛逃的人，都可以趁这次机会来个一网打尽。嗨。对了，你知道楚云仙的地址吗？就是您说的冯楚良开的那家古董店。是的，我准备去会会冯楚良。请问先生，想看什么货呀？我想和贵店谈一笔大生意，能不能请你们老板出来一下？哦，那请先生稍等，我去叫老板。啊。这位先生，渡边先生啊，稀客稀客，来看古董啊？哎呦，真不巧了，最近才刚出了一批新货，现在也没什么好东西。下次来之前啊，先打个电话，我替你准备好，免得白跑一趟啊。冯先生，你客气了。我对这些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哦，不知道你对什么有兴趣啊？我这几天在寻找一样东西，但找遍整个上海都没有找到，感到有些失望。但听说冯老板这里或许有，就赶紧过来了。哎呦，这新鲜了啊！啊，来，坐下来聊聊。来。哎呦呀，请喝茶。想想看啊，到底是个什么物件，在全上海只有我冯某人这里有啊？唐宗年。唐宗年？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冯老板，大家坦诚相见吧。我说的这个人，你一定认识，而且你也应该知道他在哪里。哎呦，杜边先，我冯某人做的是古董买卖，不是人口买卖。你说的那个什么年代？我不认识他。冯老板，我想有些话我就不用说的那么直白了。你我都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冯老板，我希望你能够配合。这个人对于我非常之重要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合作一次。杜边先，您真的误会了。我现在一门心思啊，全在这古董店上。
您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工作上的事儿啊，好像跟我这古董扯不上关系吧？或许啊，你认为我在上海交友广阔，知道很多消息，可以，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啊。但之前说的那个叫什么合作配合，我就觉得有些怪了。这么说，冯老板是真的不打算和我合作了？这谈不上合作啊！我是个生意人，真的不懂你们那些工作。那好，今天真是打扰冯老板了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哎，我送你来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冯老板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对了，初次登门拜访，只备了一份小礼物，让冯老板见笑了。不，那怎么好意思？拿着吧。哎，谢谢啦。啊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那好，啊，你忙着，不用送了，慢走。渡边竟然知道你和宇飞的关系了，他一定以为唐宗年诈死是跟宇飞有关系，是你一手安排的。他能直接来找我，就摆明了想利用宇飞来威胁我。但我们不知道唐宗年的下落呀。他也一定会派人紧盯着我们，到时候他会知道，唐宗年根本不在我们手上。我就怕渡边急了，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今天他敢直接上门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他就把我们之前所做的事兜了底。怎么慌了？啊，那倒没有，只是应该提防渡边。凭我在工部局的关系，他还不敢对我怎么样。老板。门官人，怎么样？重庆给了消息说，唐宗年带着重要的情报准备从南京叛逃投诚，所以唐宗年现在不能杀。怎么会这样啊？现在给的命令是，要人也要情报。我明白了，共产党帮着唐宗年叛逃，就是要得到他手上那份情报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一定要抢先拿到这份情报。老薛，这是我们清洗底牌的一次好机会啊！想想看。渡边那么急着要找到唐宗年，那就说明这份情报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只要拿到这份情报，我们就有护身符了。啊，对，就算渡边把我们之前的事抖了出来，只要把情报交给了重庆，之前的事情就会抹得干干净净。两件事你去办。好，第一，想尽办法找到景堂，取消刺杀唐宗年的计划，但是一定要得到他身上那份情报。第二，去打听一下近期去香港的游乐时间，我想尽快把宇飞送去香港，不能给渡边留下任何机会。我明白了，我马上就去。上帝听了我的呼求，我深信您不会将任何一个人丢弃。有一个人，您让他经历了这些困境和苦难，让他学会怎样去胜过那些难处困苦。我知道您一定有您的美意，也深信您不会将他丢弃。
阿门。我对你昨天晚上在租界医院内的野蛮行为表示最为强烈的抗议。总监先生，请不要动怒。我今天来就是对昨天晚上的事情做个交代。这不是交代一下就可以解决的事情。昨天晚上你不听劝阻，强行闯进租界医院，还抓了我的人，又对医院进行野蛮的搜查。这些事的任何一件都可以把你直接送上国际法庭啊，总监先生。昨天晚上事发突然，我来不及和总监先生交换意见，就擅自做出了决定。什么叫来不及？你分明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，没有把工董局放在眼里。你出去吧，这件事我不想和你说，我会和你的上司直接交涉的。总监先生。我今天来向你解释，就是给了你面子。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说什么？总监先生，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得罪你，只是想提醒你认清局势。当今这个世上，没有人会去听一个弱者讲的道理，而是谁的实力强，他的声音才是世界的最强音。现在大半个中国都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里，一个小小的租界又怎么能够阻挡我们的行动呢？中国有句话叫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，总监先生不会没听说过吧？我今天是来和总监先生交朋友的，是来和你谈合作的。说了一些不礼貌的话，还请原谅。不客气。好吧，渡边先生的话说的虽然不好听，却也是肺腑之言，那就请你直接说出来意吧。我可以坐下说吗？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啊。是这样，我原本已经获得了工董局的同意。今天早晨接手唐宗年的事，但没想到昨天晚上就发生了意外。是啊，这个我也听说了，说是唐先生因为心力衰竭突然死亡了。昨天渡边先生您调查了一个晚上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我认为唐先生是被杀的。有什么证据吗？因为原本今天早上8点，我需要把唐宗年转移到我们军部医院，但是我的保安人员却被人杀死了。你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？我查出来了，是军统的人干的。哦，军统的人干的。对，是军统的顶级杀手。哦，不瞒您说，我已经盯他很久了，但总是被他逃脱。要对付他真的不容易。那渡边先生，您来找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确信，这个人就藏在您所管辖的区域里。他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，尽快通缉他。谁都没有办法预料他会做什么，不能让他留在租界里。你们见过这个杀手？那知道他的样子吗？不知道，还没有人见过他。这可难了，没人见过他，我们怎么追查呢？
他受了枪伤。总监先生，这件事牵涉到唐宗年。南京已经把人交给了我，但现在又出了事，我没法向南京交代。我对那个杀手的活动很了解，在某些方面，我可以帮到你。那你的意思是把你的人派过来，对吗？放心吧，我只是配合你。我的人绝对不会在租界里给你惹麻烦的。这个杀手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对付，说不定会在租界里惹出更大的麻烦。亨利先生，你要向上面有一个交代，而我也必须给南京和军部一个交代。我们只有合作才是唯一的办法。明白了。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老板让我通知你，情况有变，唐宗年不能杀。为什么？这个唐宗年原来是要从南京方面叛逃出来的，而且他身上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。什么情报？现在还不太清楚，但是重庆方面要求这份情报我们一定要弄到手，而且唐宗年不能杀。难怪共产党想尽一切办法要把唐宗年从医院救出来。但问题的关键是，现在唐宗年被转移到哪儿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。放心，唐宗年现在一定出不了上海。为什么？我在医院让你查那2种药，一种叫奎尼丁，一种是神经阻断剂。唐宗年诈死就是用的这2种药，把这2种药混合在一起，让人服用下去，心脏就会短时间的停止跳动。可是要想让他醒过来，就一定要服用另外一种解药。但是共产党现在遇到了一个大麻烦，他们在进医院救唐宗年的时候，解药被搜走了，也就是说没有解药，唐宗年是永远都不会醒过来的。那哪有这种解药？我查过了，在宫刑码头仓库，我刚才已经去过那儿，了解了一下情况。我们今天就行动，你来配合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先得到的解药，就会让我们占据主动，而且就有可能得到唐宗年的那份情报。没错，到时候共产党手上有唐宗年，可我们手上有解药，至少大家得到情报的机会是均等的。好，我马上回去跟老板汇报一下，然后马上来找你。好。德胜。于飞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情绪上肯定受到了影响，但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没事了，你放心吧。解药的事情打听到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我已经通过其他的渠道探听到了那个杀手的身份。他是冯楚良的人吗？就是冯楚良的手下，名字叫叶景堂。叶景堂。这样，你继续对各个道口严加监控，绝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可乘之机。嗨。我要去一趟海关，通过那里的关系了解一下解药的事情。那种解药确实十分的稀少，他们不可能找得到。不能掉以轻心。你安排一些身手好的人员在这里随时待命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，可以立即行动。嗨。
叶锦堂。我看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走吧。好的，好的。看来宫心码头的解药成了这件事情的关键啊。是啊，我和景腾已经约好了，一起去拿解药。从目前局势看，我们和韩东林算作同一条船上的人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只要让唐东年活过来，我们就有希望得到情报。就这点上看，我们的处境是一样的。德胜，帮我跑一趟时代报社，然后再去跟锦堂会合。我去时代报社干什么？我准备了一封信，你把这封信交给时代报社的人。我把解药地址告诉他们了。为什么要把地址告诉他们呀？我得做好两手准备啊。如果你们拿到手的话，我可以跟他们谈条件；如果你们没拿到手，而是他们拿到手的话，就跟着他们，可以找到唐东年的藏身处。这样对我们来说同样有利。明白。主编，唐宗年现在身体各项指标都不正常。怎么了？他以前就有哮喘病，虽然奎尼丁的剂量很少，但也引发了副作用。赶紧想办法找药，一定要把他的病情控制住。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解药有消息吗？还是和海关的朋友联系不上。再联系不上的话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进来。主编。有人在门口放了一封信。宫刑码头2号仓库有解药，是总部老吴送来的情报。不会，老吴不会在信封里放一张空白信纸。奇怪了。这种联络方式只有总部的老吴，还有和唐东年联系的时候才会用。这送信的人到底是谁？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在找解药，而且还知道我们的联络方式？主编，这封信来路不明，会不会是个圈套？时间警方来不及讨论这个，今天就是龙潭虎穴，咱们也要闯一闯。宫刑码头2号仓库，走。来，老板，您交代的事情都办好了。确定信被报社人取走了吗？我亲眼看到他们的人拿进去的。好，那就好。双保险一下。唐东年的命应该是保住了。时代报社的人会相信您给的消息吗？我现在已经确定了，和唐东年保持联系的顾永康，就是时代报社的韩东林。这信里确实没什么内容，但文章却做在这邮票上。邮票？你看看那邮票上的齿孔，他们竟然还用这种方法联系，这一旦被发现，岂不是很危险呢？我用了同样的方法告诉他，宫心码头有解药。那他们一定不会相信，因为毕竟这是他们独有的。不。第一，所剩时间不多了，他们只有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。
就算是个圈套，他们也必须去尝试。第二，有谁要杀唐中年？只有渡边和南京。如果韩东宁的报社被他们盯上的话，他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做。他们只要巡捕房的配合，把报社包围起来，就可以抓到唐中年。何必这么大费周章呢？那您是想让韩东宁相信这信是自己人给的？自己人谈不上啊，但是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，都不希望唐中年现在就死。好了，赶快跟锦囊到码头去取解药吧。老板，万一解药被共产党拿走怎么办呀？我会随时和轮船公司联系，只要他们有出逃的计划，我会马上得到消息。还有，告诉老徐，定紧点，千万别带血。嗯，知道了，走了。杨棺材。哟，简野君，稀客，走。您今天来是？啊，虽然我们认识不久，但是你是出了名的包打听，讲规矩，有信誉。浅野先生出手就是阔绰，懂规矩，明白人。有什么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没我不知道的。那今天来，您是想？今天过来找你，是我想找一种解药，德国刚刚研制的，叫什么名字还不清楚，但主要是针对奎尼丁和一种精神阻断剂，想让你帮我打听打听。嘿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怎么，有什么难度吗？啊不，这种药我没听说过，所以有点难度。是你觉得这一根少了一点吧？哎不，我真没那意思，真不知道。您想想，我又不是大夫，您问我药的事儿，那肯定是问错人了。您是真的不想说是吗？哎呦，浅野先生，我真不知道。我再给你加一根，一边是这个，一边是这个，你选哪个？浅野先生，您别为难我了，我真不知道。别开枪！我知道，滚星码头仓库里边就有。老爷，老爷，还在担心呢。老戴，叫老徐多派些人马到宫西码头，万一让渡边也盯上了码头仓库，那连最后的机会都没了。这回我不能让渡边占先机。好的。等等。啊。听好了，让老徐再抽2组人马出来，一组进入租界，每天就在时代报社外蹲点，监视报社所有的出口。只要有车出来，就马上盯住。那另外一个小组呢，守在租界外边。唐中年的车只要一出租界，就立刻行动，抢到情报，杀掉唐中年。老爷，您在共产党手里抢人，这是不是？我没时间了，他们不给，我只有解药了。告诉老徐，租界外负责行动人员
全员入室配备，把这笔账算在渡边头上。知道了。已经发现了解药。你真的确定还有解药？是的。在哪里？在宫西码头仓库。宫西码头仓库，集合所有的人，立即出发。嗨。这里的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最后的机会了，渡边绝不会就这么错过机会。刚才那封信太可疑，我在想，是不是渡边已经破译了我们的通信密码，故意把我们引到这儿来？说不定他早就设好了埋伏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行动？我这里有张仓库的平面图，你看。仓库一共有3栋，我打听过了，进口的药品放在中间那栋。我见过那种药的包装，进去后，我应该很快能找到。主编，你要一个人进去，太危险了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按我的计划进行，进去的人越少越好。小马，你来接应我。好。我到仓库需要2分钟，6分钟后，也就是7点整。亚楠，你把电源切断。我会趁黑把药带出来。好。记住，一旦里面发生问题，你们就强攻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今天必须要把药带走。明白。怎么进去啊？你看见那个铁梯了吗？只要顺着通风道爬进去，就能进仓库。走。德胜，你去那边。干什么的？哦，我是海关督察组2科的。哦，有证件吗？什么事儿？今天圣玛丽医院到港的货物的货单有问题，少了2样手术器材。可他们都下班了。你有钥匙吗？钥匙有啊。我核查一下，马上就完。好吧，哎，你看着点啊，我带这位先生进去看看。好，走吧。好。
马编辑，你自己在车上小心，我去切断电源。好，注意安全。来，请。就是这些货，看看吧。怎么回事？马编辑，我们快去救主编！开车！快点！马上包围那座仓库！快点！是！你们让开！让开！不能进去！闪开！在那边。你怎么样？赶紧撤！给我追！快，快跟上！上！快上！主编，快上车！快！主编，上车！
果然是躲进法租界了，马上进入租界仔细排查，不要放过任何线索。我们走。是。什么？锦堂被人带走了？我亲眼看到的。什么人？时代报社的人。当时情况很乱，我敢肯定的是，那个韩东林一定拿到了药，景堂好像还跟他抢药来着。那景堂到底抢到药了没有？当时仓库太黑，我没看清楚。进来。老爷，有消息回来了。说，您派往报社的那组人报告，在8点钟的时候进去了一批人，不过他们是从后巷进去的，具体看不清是什么人。其中有一个人是被扶着进去的。继续盯着，告诉老徐，如果一旦有人从报社出来，就按照我原来计划进行。是。老板，景堂被时代报社的人带走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是共产党把景堂带回报社的话，那反倒是件好事儿。我想景堂他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的。我担心景堂的安全。不用担心，共产党既然救了景堂，就不会对他怎么样。你去盯着报社，那里就由你全权负责了。嗯，明白。去吧。现在我们没有拿到解药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是啊，暂时没有别的办法。亚楠，我们带回来这个人，是不是医院里的那个汤永桥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主编，我就弄不明白了，这个人和我们抢药，又是要杀唐宗年的人，我们把他带回来，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就当时的情况来看，如果没有他，我就回不来了。据我分析，现在军统应该停止了刺杀唐宗年的计划。那他就不应该再跟我们抢药啊！他要完成他的任务，这也没有错。今天我见到了这个人，我才知道，其实他叫叶锦堂。叶锦堂？对，他是军统行动组的人。武汉会战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了。我通过关系了解过他，他是一个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都非常强的特工。他的上级负责人就是冯楚良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几起日本高官的命案都和他有关系，日本人一直在追杀他，都被他逃脱了。小马，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现在失血过多昏迷了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主编，我们是不是趁天亮之前把他送回军统那边？特高科是看着我们救了他，一定会全力搜捕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要是不收留他，一旦出租界，就会被特高科全力追杀。这样，先好好照顾他，等他伤好了再说。那唐宗年呢？怎么办？走，先去看看唐宗年。好。怎么样？唐先生情况非常危险，1个小时之内很有可能因为心力衰竭而死亡。唐先生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对不起。其实，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有责任感和大局观的人，你无愧于整个民族。
我为你的决心和勇气表示敬佩。叶锦堂怎么样？应该还没醒过来。一起过去看看。好。叶锦堂，你怎么了？快！解药，解药。什么？什么？解药。快给唐宗年用药。好。打点水。是。进来。老板，有锦堂消息了吗？没有，时代报社那边没有任何消息。我在想，他们会不会把锦堂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？不可能。法租界里面要转移一个受伤的人，一定会引起很多人注意。尤其在这敏感的时刻，渡边他一定会派人严加监视的。韩东林他不会那么做的。报社那里，你们抓紧盯着，只要他们把唐多年救过来，就会重新安排他离开上海。明白。盯着，盯着，一定要盯着，知道吗？千万不能让他们把唐多年给带走了。嗯。啊，锦堂，他会随时发出消息，里应外合的，你要多注意。好，我现在回去继续盯着。去吧。陈嬷嬷，为什么不让我上班了？是不是因为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啊？不是，于飞啊，你别激动。情况是这样的，最近医院来了一批国外留学的新医生，已经解决了医院人手不够的问题。租界里最近也知道了你的一些情况，虽然你也是在国外学医的，但是你并没有租界的行医执照，这本来就是问题。行医执照我可以去办呢。陈嬷嬷，你给我几天时间，我可以把它办好的。于飞啊，事情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的。是不是因为我做过唐先生的主治医生？以后，相信你成长得更快。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陈嬷嬷，谢谢这么多天来您对我的照顾，我先走了。宫兴码头仓库那里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去了那么多人，连一点药都保不住。对不起，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晚了一步。等赶到那里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拿到了药。我现在
能够确定是冯楚良的人拿到了解药，就是之前杀死田中小姐的那个杀手叶景堂。叶景堂，我们好不容易抓住这次好机会，你只要跟上取药的那个人，或者是抓住叶景堂，这都可以。可问题是，你这一放，把两边的人全放了。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确定，他们刚刚拿到了解药，就说明唐宗年还藏在租界的某个地方。他现在并没有离开上海，所以我们还来得及补救。这样也好，至少我们知道唐宗年还躲在租界里，而且他们早晚要制定出逃的计划。你要做的是围住租界，来个瓮中捉鳖。我就不相信他能够逃出去。我已经在各个道口关卡增加检查的力度了。唐宗年基本没有顺利出去的可能性。渡边，在解药的问题上，你已经输了一步。你要想办法及时的补救，你一定要把唐宗年给我毒死在租界里。我会派更多的人手，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可是你要注意的是，不要把事情闹大了，要注意宫董局的态度，千万不要给我找麻烦，否则事情就不好办了。我知道了。记住，你这次丢的不是自己的脸面，丢的是整个内务省特高课的脸面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如果那个受伤的人真是叶锦堂，那或许对我们还真是个好事。两条线合并成一条，具体怎么做，你自己清楚。有什么情况，及时向我报告。嗨。冯楚良那边好像有动静了。怎么？他派了不少人进了租界，估计是冲着唐宗年去的。这和我们之前估计的差不多。他知道唐宗年的下落。那我们要不要再给冯楚良施加一些压力？我有我自己的打算。你继续盯着他们的人，有什么情况立即汇报。嗨。老大，里面情况怎么样？没有，金台大楼里面没有什么人出来。继续盯着。我去看看。继续盯着。
别难过了，不是你的问题啊。我觉得不去医院也好，这样你可以重新考虑继续出国深造的事情。我就是不甘心。哼。听爸的话，还是重新考虑继续出国深造的事情。爸，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试试。这次的事情是个意外，真的。雨飞，现在的形势你看得很清楚，就算你跑到别家医院，同样事情敢保证不会再发生吗？老板，哎，怎么样？雨飞，德胜哥，好了，这件事我们就先不说了。爸跟你说的，你想想看有没有道理。好了，听话。好，我们走。唐先生，哦，唐先生，快躺下，别动。刚醒来就看书，你现在需要的是静养。东林兄，你还嫌我这一觉睡得不够长啊？要不是亚楠和我说，我还真不知道自己已然在阎王殿门口走了一圈了。哎呀，人生如梦啊！唐先生，这次你可是真受了不少苦啊！戴罪之身，我不入苦海，谁入苦海？好在这心里想明白了，这样也就觉得轻松了。